我们刚刚来这的时候，就是这在80、90岁的老人，他跟我们讲，他说国民党走的时候，他们来帮他们搬东西都在地下室头，1晚搬个通天亮。一晚搬到天亮，哎，一直搬到天亮。问他们搬一张，他说是什么东西找不到找口，是些箱子装起的，都是黄金的嘛，那个都是。藏在这里面嘛。哦，在地下室。大家好，我是不点，我现在到了那个贵州的羊肠坝，然后这里有一个那个民国时期的航空发动机第一生产遗址，在这个后面就是这个工厂。等一下那个管理员马上就过来了。他会开锁，这个地方我得来拍一下，因为这个地方对我家那个有点意义啊，因为我外公以前就是在这个地方上班的，然后后期才到台湾，然后刚好我爸他也是搞飞机的，也是搞这些战斗机什么的，不管那什么AT3啊、F5啊、介兽啊什么的 IDF 啊，你知道，全部从这个洞开始了。给大家一个概念啊，就是我有一台7.0的科尔维特 Corvette Z06 那个跑车，那台车子500匹马力，505匹马力。然后玩车的朋友都会问我说，那台车0到200快不快？我都跟他说我不知道，因为我踩刹车减速的时候还有200，你知道吧？那是现在的发动机科技，500匹。极速的话，那台车大概330、320。然后嘞，这个山洞在1940年代就已经在制造1000多批的航空发动机。要带我进去了。下雨下多了，上2楼。有点渗水。这里是2楼。听到哈，这个厂它是首先时候是由台湾清水分了分厂里办的这个云南昆明，但是在云南昆明还没有建全呢，那是1937年的抗日战争爆发呢，拿到的那个日本轰炸了，就找到这乌鸦洞都来了，这个都是在乌鸦洞头，是1939年找到的。1939年起义，1940年开始建厂，它的代号是叫501，外头打的牌子叫金江机盖厂。搬到里边来了以后呢，这个是共产党的了。搬到里边来呢，得把省委那个木房都拿小了，来搞这个空架机构的。这个是等于是共产党搞的了。这上头这个标语是文化大革命时间的标语了，文化大革命时间的标语。那这些都是当时的建筑物，对吧？当时原来国民党的是木机构的木房，3层木房，这个是共产党搞的了。后期搞的。但是这个是按照那个木房有好大的位置，都按照那个木房的位置搞起来的。原来的木房有好大，这个都有好大，这个都搞好大。但是国民党从1940年开始建厂，到1944年呢都开始生产。到1948年呢，总共就产了32台发动机，那2台在昆明给装第一架飞机，一直试飞到南京，30台都被国民党退到台湾清水去了。所以我们国家第一架飞机的发动机，在这里边制造的都是这样子根据。下头的一层有1180个平方。下面这一层是980个平方，这层是980，顶楼上是780个平方，上面是700，下头层和这层是生产拆件，顶楼上是装配拆件。我外公当时做的就是那个发动机主体，做那个钢体。钢体哦。对，这个机子是60年代、70年代机子了，2014年才拖来的。60年代机子，这就是后期的加工的东西。那有毛主席语录。还有你上来那个右边上
那个崖壁上写的有字，崖壁上有字。哎，崖壁上写的有字，你带看没有呢？没有，我等一下可以看。你昨天就看了，我用无人机飞一下。但是字的有，我指你看。好。物有本来，事有。它叫物有本末，事有始终，之所先后，在今道义。在羊肠坝街上下菜的时候，他个个穿一样的衣服，戴一样的帽子，就等于认不到哪个是蒋介石。视察发动机的时候，发动机的型号这边写的。哇，压缩比好低啊，才6点多。这边6点，怎么那么低啊？你不冷啊？我不冷，我不怕冷。哎呀，我不怕冷。好，我们现在去3楼。这就是原来的升降机。哦，原来有升降机。它卷上去卷上去的嘛。哦，拆掉了。好多蝙蝠哦。蝙蝠，应该蝙蝠洞不一样。哎呦，好多蝙蝠哦，上面。要在上头才多啊。这就是蒋介石来羊肠坝住了3天2晚上，但是他留个50大寿的生日，他的礼金收到344万美元，他等于就是原来搞外国人的钱来办这个厂的，他拿券来办厂了，他蒋经国人名义厂长。原来国民党的这个厂当的都是蒋介石的50大寿的生日礼金来办的。生意民营来办的。哎，那个都是发动机的留营，毁了已经。这是13年的时候，只有台湾给搞过来的嘞，全部。看 P40战斗机留的，这个飞虎队了。你去过没有？没去过。没有去啊？没有。清虚洞，清虚洞在哪？那个是通天的。没去过。哎，他是蒋介石1913年的时间来自的，他把自己的员工喊到那里去训话，按他的计划，那是准备在那坝这里修个飞机场，那个飞机呢在东上飞下来的。到后头来，那边做天下嘛，计划落空了。要是蒋介石做天下，那的都是个飞机场的。这个都是第一厂长李伯宁。第一厂长。这前边10个都是厂长。他去了台湾啊，对吧？这一块匾以前是块铜匾，是挂在下头大门头上那个崖壁上的。那个铜匾都是遭那个文革时期烧炸了，这个是由台湾给放来的了。这个是蒋介石的亲笔字，他提倡了一句话，他说我们发动机何日可以完全自制？那这样全部赴美国去学习来的官员去了。这个毛克清是原先共产党派在国民党一这个卧底。对于国民党搬走的时间，是喊汪复兴跟他在后边要把这个洞子炸毁了才给台湾的。但是汪复兴是原来的副厂长，那里是属于一个地下党。那把汪复兴说服了的话呢，汪复兴就投了共产党，汪复兴都没有去台湾了，那还得去台湾。那个台湾问他把洞子炸了没得？那时候那汪复兴怕跑了，那一个人他炸不了，这样子就把这个洞子保留下来的。那个提包包了就是宋美龄了，蒋介石家老婆。看到。哦，所以蒋介石的50大寿搞300多万美元一全往宋美龄啊。他的那个。哎。他的那个。宋美龄那原来又是航空委员会的一个主任，他又是美国的高薪，他又懂20几个国家的语言。他的飞机在台湾还在。那个时间我们中国嘞，懂20几个国家语言的整个中国才有几个人呢？他家都占了3姊妹。这就是台湾的清水图了。
台湾清水。发动机的主要人物都是这个嘛，以前吴大官，这最早哦，这还更早以前的，1924、1924，才特别。这块大石头都是从那崖上掉下来的。哦，它是1978年掉下来的。当时这个石头掉下来那一天，洞里的人朝西外边跑，外边的人又朝西洞里跑。外边人听到轰的一声，说怕是有人丢炸弹是什么，都朝西洞里跑。洞里人说挨垮了的，都朝西外边跑。就是这个石头落下来了以后，501药厂讲说这个洞子危险得很，就要写报告给中央。中央批下来了后，他们80年开始就在搬出去的。哦，80年。80年才开始就在搬出去。这应该叫蝙蝠洞了，上面都是蝙蝠。这个水是干嘛的？就是积水的这个水潭。这个是闷了都要抽丢了。哦，抽掉丢掉。这是上头滴下来的。哦，接起来。哦，那闷了都要抽丢。积水要抽掉的，上面滴了。啊，所以看后面，这洞很深的。然后所有的建筑物，刚刚3楼就这里面。这个窗子都看不全，就在这全部看到了。这个都是原来国民党修的防围墙，上边指的是501搬走的时间有台机子拿不下去，拆开来掉机子把它整坏了。是不是上面你看那里有个框框的中间？因为上头每一个框框加一顶墙，一个人按着走过去走过来都可以防围。那是跳板过去的以前，这是直板式，用跳板过去。还有下头的圆洞，下边的圆洞人可以进出的，里头也是空的，人可以进出。底下的小方洞，每个小方洞都加的有点机枪，每个都加一个机枪啊。哎，都加机枪的。他原来杨长坝的土匪听到王府清要一卡才晃进来，堆在里边，要想来抢啊，那在那边插入那的一排枪都全部打退了，喷都没有喷出来。打过吗？啊？曾经开枪过吗？打过吗？都是打土匪，打土匪啊！一排枪都打退了，来都没喷都没喷拢来。OK，这个王北北说地下室有4层，还有地下4层啊。地下室是4层，第4层有一层地下室和的1楼，这在这2层啊。那以前是干嘛的？那个前年子重庆有个93岁的。他家来了13个人，看到这3楼上来，他就说：“师傅说，我问你个事情。”我说：“讲嘛。”他说：“我在原来国民党时间，我这里头上了5年的班啊，听到说有个地下室没得建，你能不能带我打一眼？有不得？”他说：“我说有的。”后头我说是你年纪又大，90多岁了，下面又没灯。后头他要年轻的些就说：“哟，你做个好事了。”我们扶到那下去，把他后头下去看了以后，那家那个大媳妇啊，他说：“今天你做到好大的好事了，达到他老人家的愿望了已经。”他原来都是连到没得地下室看。以前是干嘛的？地下室？地下室都是都黄金白银了嘛，带不到看嘛。你看都上班的，连共产党的有个，他都上8年的班都没得地下室看。去看吧，走，去看，一定要看。4层啊。那下边是不带人气的，但是你来了，不需要没有灯，你可以带你走一转。好，谢谢。你都全部都看过了。Later。高个子碰头哎。这都是以前的建筑咯。这个都是地下室的层，那里边那些全部是空的。那就是我跟你讲哈，这个洞子都在只了一个巷子，到出口有1公里，到出口有1公里，但是出口那边还有一层洞，这前面转过去在落下去的有个好深的窟洞，
所以危险的很，一般不带人下来的。好好，哦，你看，那些都是空的，那你不要信，那就是金库了。空的。看一眼，可以看哈。暗房。哦。对。是不是放黄金我不好说，但这肯定不是晒香肠用的。这个你们应该没有料到，第一航空发动机厂地下室4楼还有一个金库。王北北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因为这个影片会有好多台湾航空业的人看。哦，对啊。看看整个山壁。哦，这地下是1楼，这是1楼。你看这周边上都修得有小钢的仓库，都是要宽一点，第1楼。你看那边上都修得有的，所以它都要宽一点。上头的标语跟2楼上是一样的。更大的。啊，那个标语跟2楼是一样的。写的什么？木有本末，时有始终。本末是吧？时有始终。哦，时有始终。知所先后，再进道义。哦，这个是刻上去的，所以还在。啊，那是刚开始喊你了，你写在高头了嘛？啊。好。